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本跟印度啊，最近看起来麻吉麻吉的哈。之前高市早苗还到了印度来跟莫迪嘛，哈，莫迪也有说是亲爱的妹妹。好，那当然现在说日本跟印度在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要加强航空上面的合作。好，那俄国的军机说进入领空，那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战机也紧急升空，那特别的喊话说北方的领土是属于日本。好，日本驻印度大使小野圭一就说啊，日本认为日印关系正进入了一个战略融合的新阶段。好，说两国希望在尊重彼此战略自主的同时，深化国防、海上还有经济的合作。好，莫迪呢，则是在一个节目当中也特别讲说啊，印度正成为值得信赖的全球防务伙伴。好，他怎么讲？我们带大家来看哦。他说，印度正在稳步的加强国防能力，而且作为可靠的国防伙伴来赢得世界各国的信任。说印度在国防制造跟出口方面取得了快速的进展，印度制造的系统也正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好，这是莫迪自己在节目上的说法。好，那也说啊，应对中巴的威胁现在印度啊，哇，好像军事力量突然急起直追拼10年要造200军舰说6周就要有一艘下饺子。好，他是说啊，面对中国持续的扩展他们在全球最大规模的海军军舰的舰队，那加上的是邻国巴基斯坦采购中国建造的先进攻击潜舰，说印度的安全焦虑啊是日益加剧。那印度的前海军少将啊，防务分析师他就讲说啊，由于新造的舰艇多以实现国内量产的支持，所以说啊，印度目前平均大约每6周就能交付一艘新军舰。说2035年要达成200艘军舰，不仅是毫无悬念你讲毫无悬念，一轮看了喜不飒飒因为什么时候印度的军力军事规模的力量这么的厉害，尤其要建造一个新军舰。好，那印度也还想在2047年独立100年前要实现造船产业零进口跟全面自主。好，那仍然面临不少的结构性困难跟挑战。那专家也说啊，印度在特殊的钢材还有部分关键零组件上面，仍然是高度的仰赖进口。那现在高市早苗啊，他在他的国内支持率似乎有暴跌的状况，也就是他的内阁支持率。好，结果高市首相说他不知道原因。好，那在日本呢，其实要求高市辞职的年轻人，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型示威从3月开始持续到现在，说每个礼拜6日都有蛮多人到他的官邸前抗议。好，说已经超过了25周。好，一轮在上礼拜也去 Okinawa， 也看到有人抗议高市早苗。好，所以呢，这波抗议不止他们本岛，连 Okinawa 都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好，那印度蟑螂运动大胜利，因为教育部长终于请辞下台，那也重挫了莫迪强人的形象。好，这是卫报分析说，莫迪执政12年来形塑强人的形象。所以坚持政务官无需向民间的抗议低头。但是你看到蟑螂运动大家喊出了怒吼之后，教育部长请辞下台，所以这件事情也被分析认为说重挫了莫迪的政治权威。然后就有62岁的妇女运动家拉贾，他就说年轻人走上街头拯救我们的民主，现在是莫迪政府在害怕我们了。好，那《金融时报》则报道说印度停滞不前的工资跟日益恶化的毕业生就业市场，让这个国家高达3.7亿15到29岁的人口，也就是全球数量最多的年轻群体积怨很久了。好，虽然蟑螂人民党宣称活动退场，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过去几周大规模集结的抗议者是不是会听从这样的呼吁而停止抗争。好，那这会不会也是莫迪执政上面的危机？那我们要看到美国现在他们的食品价格飙了50年的新高，那当然也迫使美国人非常的精算每一餐，那买菜还只能买打折品。那因为中东地区新一轮的冲突我们看到食品的价格又升高了。好，那美国人杰克说他在这个超市购物之前还要用手机的应用程式搜寻
当地超市的优惠资讯。那有一个这个每周的宣传单啊，看看有没有错过的优惠券。那如果货架上面的价格太高，他就会把想买的东西划掉，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找比较便宜的哦，所以要锱铢必较。好，那川普的关税政策说雪上加霜，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又再恶化了。因为川普想要透过关税墙来改善国家的财政，但是又面临了法律违宪跟经济效益的双重挫败，所以现在有分析说，未来的10年可能会带来2兆美元收入的关税方案。在今年2月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那美国的财政部也被迫要退还800亿美元的税款，所以导致上个月的关税净收入转为负256亿美元。好，所以现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之下，川普又增加了3.2兆美元的支出。那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39.3兆美元，所以占美国 GDP 的125%，很高，很吓人哦。所以在好多的双重打击之下，美国政府他们呢预计利息负担会再暴增。那关税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债务危机，反而让美国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日本跟印度现在联手。好，那当然在环太平洋的军演期间说要加强航空合作，这是抗中吗？我们先问谢大使怎么看？对，现在这个兄妹国都出现问题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你不要随便称别人你是哥哥，你是妹妹，你是弟弟这个是很没有国际社会的观念，国际政治观念。你把你自己的国家置于别人的怎么样次级的地位，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我们为什么它会变新闻？因为很少在国际社会上这些领袖称兄道弟，还称兄道妹的了。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把日本变成印度的妹妹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民心里会有反感这不能随便乱称，好像有什么等级之分对，这个只有在那个日本的那个酒厂妈妈厂常常这样子用对，银座的酒厂，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你知道这国际上的大笑话。当然现在兄妹国那个哥哥跟妹妹都陷入困境了那陷入困境比较快的应该是妹妹高市早苗妹妹。为什么？因为她上任还不到1年她的民调啪啪啪直落，而且她提出这个新军国主义这日本的这些有人说是比较右派，看起来不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向往和平反战的日本民众现在每天在抗议，而且全日本在抗议。这个在日本来讲是比较不多见的，而且对一个新当选的首相来讲一开始就遭到这种命运事实上也是很少见，因为他扭转的是日本好不容易在2次大战从一个军国主义扭转回来一个和平主义的一个国家的方向，这个他低估了其实人民人性都希望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人性。所以他的民调已经掉到41了，所以就变成这个是一个很快的转变。那明年会有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有人就说他可能不会等到自民党总裁选举，他可能就要下台了，因为这个伴随着你的方向的调整，这是你个人的意识形态跟一群少数极端右派的这些人的一些政治主张。那你去绑架了全日本的国民，可是问题你的经济又搞得一团糟，而且很多是因为你走极右方向造成的，你军国主义的方向造成你日本经济越来越走向困境，这是这个妹妹的问题。那哥哥的问题是什么？哥哥其实当首相已经很久了，2014年开始，对，到现在已经12年了。可是最近这个民怨已经快沸腾了，他有一个大法官。居然公开出来讲话说，这个这些失业的印度这些失业的青年就是蟑螂，对，就是一群蟑螂哇！结果呢，民怨沸起，然后呢，他又变成这个印度现在政治还是依旧贪污腐败无能，然后呢，医学考试考题外泄，然后呢，评分标准糟若之野，哇，30几万人就上街头了，最后呢，莫迪第一次。他的教育部长辞职下台，以平民愤，
所以这个哥哥跟妹妹哈都出现问题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很清楚。好，邱毅委员怎么看呢？哥哥跟妹妹已经变成烂兄烂妹啊！刚才提到了印度，印度现在兴起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叫做蟑螂人民党。他在网络上声势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强到前天7月25号，印度的教育部长拜拜辞职下台了，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平复这些年轻人的民愤。他们对于整个莫迪10几年来在印度的治理成绩非常的不满，而这个不满又给高市早苗的访问2个的烂兄烂妹，又把这个不满更激发起来了。但是莫迪很惨，高市更惨。为什么要高市更惨？也是刚刚过去的礼拜六，在永田町首相官邸的前面，25000人。你不要以为25000人很少当然比起那天凯道20万，25000人似乎是少。可是现在日本的抗争活动是这样的，上街以老年人为主体，年轻人在哪里参与抗争活动？在网络上面，加上网络实体抗争合起来，笃定稳稳妥妥20万。所以你可以知道高市的危机已经出来了。高市的危机在哪里？高市的危机刚刚从琉球回来的伊伦最能够做见证。一开始琉球人民反对什么？你美军为什么在琉球设那么多基地，然后为非作歹，作奸犯科，毒品、强奸、酗酒、打架，各种都来，而且治外法权，犯了法他不能由日本的法律来制裁。在美军的体系里面，到最后雷声大雨点小，没事，这是一开始的反对。后来呢，高市上来以后，发现什么？发现说，万一惹火了中国大陆，中日发生战争，那完了。那这时候冲绳、琉球群岛变成最前线他们就会变成炮灰大家的生命财产就此毁于一旦。这是第2波。第3波是什么？你知道日本人最怕第一个美国，美国丢过2个原子弹，在东京还大轰炸过。他第2个怕的叫做俄罗斯，因为在1939年日本军国主义最强的时候，他的关东军踢到铁板，被谁打败？被当时的俄罗斯加蒙古的联军在诺门罕战役整个输垮了。那时候俄罗斯的统帅叫做朱可夫，大家记得这个人吧？所以基本上现在他看到中俄的战机船舰，这一次拦到哪里，你知道吗？到伊伦去的琉球的最南端，八重山群岛最南端的冲之鸟礁。到了这个地方，那就代表说，中俄的联军要包围你日本全岛，把你日本给肢解灭掉，太容易了。有危机感，他也有感受到惴不安。那当然，我们看到他跟印度有做一些合作，这是不是也是要集体有一些抗中？高老师怎么看？对，没错。其实刚刚介大使跟邱委员讲的，我都很赞成哦。其实他们现在2个人看起来是抱团取暖的感觉。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忽然发现，美国的安全承诺好像不一定可靠，所以变成说我们难兄难弟，大家就要一起抱团取暖，然后追求防务合作、战略自主。可是其实看起来有困难。那我觉得针对2个领导人来讲，我觉得他们2个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执政的傲慢。因为刚主持人也有讲，莫迪说政务官无需向民众抗议低头，其实这个就是摆明了说你其实不在乎民意。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他们2位在对外的时候塑造那种强人强势的风格，然后好像四处受欢迎。像莫迪5天6夜就去拜访了这个3个国家，那大家就说5天你能做什么事？
是你可能就去受奖，而且他也四处被人家这个颁奖，好像很喜欢被颁奖，已经接受35个奖项。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喜欢的共同点就是旋风式的外交，然后来彰显说在外交上面取得很多的成果，可是忽视了国内民众最考量的就是经济的问题，所以这个才会为什么在日本、印度，没错，经济的议题，所以在日本、在印度，我们都看到民众上街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两个想要塑造这种强人风格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对，但是你看，塑造强人风格是他们自己在政治上面的声望跟权威，但是问题是民众在意的不是你的声望权威啊，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落差。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伊战事打没完哦，虽然现在看起来哦是稍稍停火了，但是不是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呢？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纽约邮报》啊就报道说，川普政府其实正在筹备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那这项行动啊，要出动数千名的地面部队强攻伊朗的核设施，说过程当中要避开陷阱，动用工程人员，还要部署大规模防御部队包围设施，再有一小队特种作战人员负责取出核材料，说整个过程是极度危险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啊，川普说他有个最后的王牌曝光哦。华府的智库副主任说，其实这项任务的后勤跟战术难度是史无前例。他不愿这么说，但认为要清除伊朗手上的核原料，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谈判的进展缓慢。好，那美伊现在表面停火，是不是也在搞代理人战争呢？我们先看到就是美国乌克兰跟原油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中东的战火好像外溢了。现在伊朗的外交部斥责乌克兰在25号凌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而且造成船员1人丧生1人受伤。但是伊朗也重申说他们根本没有介入过乌俄战争，所以势必会捍卫国家跟安全的利益，不会善罢甘休，甚至又警告乌克兰跟他们的支持者必须为这一次的事件跟后果付出代价。那乌克兰轰炸了伊朗的货船酿死伤，现在德黑兰也相当怒是直接召回了这个外交官。好，这是呢，伊朗的外交部召集了乌克兰驻德黑兰代办表达抗议，痛批这次的攻击是敌对而且涉及犯罪。那反映对伊朗持续的不理性及敌对的探视，说已经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好，那除此之外，还有伊朗跟也门胡塞对沙国之间也是有一些冲突。美伊停火，外围却开打，因为伊朗代理人轰炸了沙国的炼油厂。那代理人是谁呢？我们先看画面其实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25号也向沙国发射了弹道飞弹跟无人机，攻击红海沿岸的城市盐部跟集赞的石油设施。好，那我们看到的是也门胡塞，他说他在48小时之内就袭击了3艘的沙国油轮，所以针对与沙国有关的船只会实施海上禁运的措施。那伊朗扶植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他们的发言人萨里就讲说，组织成功的击落一架属于沙国敌人的土耳其制，当时正在进行敌对行动的武装侦察无人机。所以看似整个中东地区现在不只是美国跟伊朗看起来有外溢的现象，甚至还到乌克兰这边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到底是不是只有表面嚣张呢？ CNN 报道说其实川普在一场白宫的会议当中评估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时候，范斯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表示对战事升级非常担忧。其中一点就是考量到美国的弹药库存到底足不足够。好，但是川普还是打肿脸充胖子他说我们拥有的弹药远多过世界的任何国家。他说也远多于我们所需。好，你看范斯还算是比较理性派的他已经点出了问题，还有川普都觉得没有差。那美军现在还下修了阵亡的人数他们说五角大厦把伊朗战争阵亡的美军人数从18人下修到14人。那原因是什么竟然是因为4名的士兵是在4月宣布
跟这个伊朗停火之后死亡，所以他们说啊，这个就不列在伊朗战争阵亡的人数统计。好，那当然这惹得军人家属，还有一些退伍军人以及国会议员强烈不满，那痛批政府然后也说啊，这为国捐躯的军人从战争伤亡当中移除，也质疑五角大厦是否刻意盖牌。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政府他想的不是人民，想的还是有数字。那看起来就很冷血嘛，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美伊战争，目前停火，但这停火到底是不是烟雾战？这个史上最复杂的行动，如果要做，应该早就做了吧？我不知道，我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川普其实他是以说达成协议为目的的一种战争手段。他的战争是以达成在谈判桌上屈人之兵。那所以他喜欢用一种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川普的这种战略，叫极限施压。那施压并不是要在战场上把你摧毁，而是要在谈判桌上逼你妥协，逼你在谈判桌上。可是这么长极限施压，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极限施压的话，到时候你的工具箱里面工具要都拿出来用啊。这川普连最基本的都不愿意，因为他很怕伤亡。那他基本上也不能说这个人就是说不是那么嗜血啦。可是事实上他看起来好像蛮珍惜人命的，尤其是美军的人命。所以你看他连这个阵亡的这个数字他都锱铢必计，4个应该算不算还是不算？这个他都锱铢必计。所以呢，你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派上千的这个部队进入这个深入伊朗的内地，然后进行地面战争，那个伤亡可能就不是10几个人了。对，所以这个可能有这个想法，我也许是故意放这种消息来恐吓，极限施压伊朗，说你不要以为我不敢用这个地面部队，我现在就有这个计划释出去。那可是真正来做的话，到目前为止，川普这个惜美军人命如这个黄金的这种态度那你会觉得好像可行性不高了。那不过现在这个战争打久了以后就变成夜长梦多，因为你谁也不想到乌克兰突然从旁边冲出来发射几个这个无人机跟飞弹。那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乌克兰厉害，乌克兰用这一招向川普自告奋勇说，你这场战争你怎么没想到我呢？我也可以帮你忙还嫌战争不够难是吧？你不要以为我的对你美国没有作用我可以帮你拼命，对不对？你怕死，我们乌克兰人可不怕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惹伊朗。其实我觉得惹这个伊朗现在就乌克兰讲也未必有什么好处可以拿，那后果现在还不清楚。因为伊朗事实上为什么乌克兰打得到伊朗呢？事实上你看地图的话，他们距离并没有那么远。他穿过黑海、里海下来就是这个就是伊朗。他还可以说，你看我从这边打，距离德黑兰还比较近你美国只敢在波斯湾那边动一动。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乌克兰自告奋勇。而且提醒一下川普说，你这边还有一个很喜欢打仗的人，可以帮你出一臂之力那我不晓得国家就是说这么喜欢打仗觉得打仗是好玩的那随时愿意去加入别人的战争这个领袖是聪明还是不聪明？这个由我们自己去判断了那不过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变成事实上这一场战争，事实上的话，任何有扩大的迹象的时候川普都会有怎么样，都会有一点顾忌。因为这次川普又突然塔口人家说这个照川普的这个指数，川普现在有一个新指数，就是他打仗跟不打仗的指数，就要有几个指标。那这个几个指标就是油价跟什么？跟通膨率。那事实上油价一上来的时候，川普就塔口了。那所以对川普来讲，极限施压还要看他付出的代价在哪里是啊，对，所以目前看到的是通膨跟油价其实都在往上走，那当然就会
会惊啦吼，但是会惊还是要做极限施压，就很恐怖了。邱毅委员怎么看？川普的交易的艺术，就是川普的谈判术。我早期还把它做我学生的参考教材，但是玩久了以后，他的底牌都被人家清楚了嘛。刚才介大使不是讲到一个名词吗？叫极限施压。极限施压用在我们 game theory 里面，它就叫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里面，双方两个 player 要玩什么？要玩胆小鬼游戏，就叫做 chicken game。但是问题是啊，你川普有多少谈判的筹码？我们的专有名词叫做你有多少破裂爆场。但是问题是，现在他被看穿啊，他没有什么筹码啊。美国国内民意反对。国会里面已经说你要出兵伊朗，国会要给你加上限制，甚至共和党的议员都倒戈，再加上你所有的弹药，尤其最重要的防空导弹、爱国者导弹，你的库存都缺乏了嘛？你怎么有谈判筹码可以拿出来吓人呢？好，那你现在找一个万斯做你的牺牲品，在前面做挡土墙，然后在那边跟伊朗谈，但是你后面再做极限施压，这一招还玩得通吗？好，那现在泽连斯基看到，川普左支右绌，所以他就跑出来想要做马前卒，做急先锋。可是我们说这个叫撸爆撸大康，他反而把局势搞乱嘛。他反而给伊朗的小兄弟叫胡塞武装有更好的理由，可以封锁你的红海跟你的曼德海峡。现在胡塞武装对准2个港，他开始打，一个叫盐布港，是你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石油出口的港；第二个叫吉赞港，吉赞港是整个沙特阿拉伯面对地中海以来的欧洲货品的物流的集散港，这2个就是整个美国跟欧洲的心脏地带啊！你这时候沙特阿拉伯当然会要你美国赶快停止战争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你不要以为沙特阿拉伯只是一个海湾地区的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可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里面逊尼派的头啊，他一呼百诺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川普的谈判的艺术，他的极限施压还有空间可言吗？我认为大家把诚意拿出来，上谈判桌，好好的谈和平之道，好好的谈怎么终结掉这一场中东地区的浩劫，因为它极可能蔓延成全世界性的恶性通膨跟经济大衰退。是邱毅委员之前讲过，他的交易的艺术是在商业上面，房地产嘛。对。那在跟国家还有一些战事上面，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啦。好，高老师怎么看呢？我觉得现在伊朗革命卫队看起来更会谈判哦。大家有注意到一个时间点，在上周的时候，伊朗革命卫队公布了川普的资产，在中东的资产，譬如说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高尔夫球场，在这一个卡达的开发案，然后在这一个中东很多地区的川普大楼跟饭店，所以。对，没错，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连续空袭伊朗13晚之后，为什么忽然喊停？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有趣哦，就表示说伊朗精准的掌握，你既然你要谈判嘛，你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商人总统，那我就打你的个人资产。所以这可能某种程度会让这个川普心生畏惧，因为如果我轰炸的是美军的基地，那是国家纳税人付出的这些心血。可是如果是川普的资产，因为川普是商人，非常重视他的品牌的资产，对，而且他的这些金主，他这些币圈的朋友，他都非常的在乎哦。所以这个就让人家觉得说，你的喊停是不是因为这个公布资产？那再来就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美军下修人数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不应该，因为这个让人家
家联想到说，原来伤亡人数也可以校正回归，就是说停火的时候不算。那我们现在不是就是在冲突当中嘛？那冲突当中，你说停火的时候不算，可是士兵们、军人们全部派到前线去，这个是会很他还没有撤军呢，到现在。对，没错，这个会让家属非常的心寒。我们在前线打仗，然后政府对我们的这种待遇是这样子的。带你传达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新加入我们的来宾，台湾战略研究学会常务理事高佩珊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先看到汉光演习8月初就要登场哦，所以现在大家就说啊，赖总统要在汉光演习试导2场哦，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那要强调的是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但是却被批说是作秀。好，主要就是因为啊，顾立雄他在2024年上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就曾经跟媒体说啊，那个未来会邀请总统跟媒体，好，但是不会特别配合来宾有大科目。好，说除了金马澎外岛结合例行的实弹射击训练，本岛的演练科目是实兵但不实战哦，实弹。好，那我们也看到啊，在2025年赖总统南下左营试导海军布雷，还有到巴黎来试导陆军城镇作战的时候，现场首度也曝光了增层雄山反舰飞弹。不过当时外界就指有总统的行程跟国防部公布的演习进度啊是搭不上的。好，所以在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哦，大家就有做冷眼击说啊，它原意其实就是在验证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那实弹射击哦，应该分散在年度其他位阶比较低的操演。那如果总统亲临现场试导，然后又让操演增加了维安跟行政的负担，就会面临镜头前的完美校阅，反而是偏离了实战检验发现缺失的初衷。所以冷眼击的标题写说啊，总统绕军会不会累死三军？那今天国防部长顾立雄啊，在立法院也被问到这件事情，那他则是说啊，国防部没有计划要在本岛实施实弹演习，那总统试导的任何行程不会影响汉光演训的真正意义，说行程还在调整当中，也不会特别为总统试导来做实弹的演习科目。好，那到底为什么有传出一度说可能会有实弹演习呢？是不是因为最近啊，解放军很多的演习都是实弹？那有没有默默较劲的意味？是有人有这样的解读，但确实看到啊，中共现在不放弃攻台虽然劲爆是打个惊叹号，但一轮会打个问号啦说啊，他造了全尺寸的总统府清泉岗空军基地，而且用新 AI 模拟演练。好，这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所报道。说解放军打造台湾总统府、清泉岗空军基地、苏澳海军基地等重要的等比例模型，说不排除要利用最新长程飞弹跟 AI 的模型技术来进行攻台演练跟测试。好，所以可以看到，从空拍图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一部分是仿造台北市的街景。那当然仿总统府我们这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然后还有一些博爱的特区，那这次是出现了苏澳海军基地这个算是比较新的。好，那国防部这边这个发言人孙立方啊，则是也有回应说，情资都有非常完整的掌握，那针对敌人所可能的犯台行动，会有一些应变的措施。那透过这些讯息提醒大家今天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峻的。好，那中国海警卡位东部断美元，现在纽时也有曝台湾的致命弱点，说赖政府其实正在盘点说能源安全的漏洞，那已经透过多场兵推来模拟被围困的情境，而且评估从浮动天然气储存设施、扩大紧急储备到重启核电等各种选项，试图要在危机来临之前补强能源供应链的弱点。好，所以呢，现在赖政府
这个在纽时的报道里头啊，看起来明显知道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能源供应链的问题。好，也说啊，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啊，首秀自杀式的无人艇。好，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画面哦，这是美军运用乌克兰风格的单向攻击无人水面载具，驶过鱼叉、长钉跟长程反舰飞弹在舰体上面所留下来的弹孔，逼近已经除役的佩里留号2栖突击舰，随后也在该舰的水线处引爆。好，所以呢，这个大家看到也不止军舰，还有无人体也都能把靶船打沉。好，这个是呢美国、澳洲、纽西兰、意大利出动的 AH-64 阿帕契跟 AH-60R 海鹰，好，以及呢海妖，还有一个 AH-101的直升机，好，发射了4款不同飞弹的打击靶舰，好，凸显直升机其实是能直接的加入联合反舰的击杀链。好，相关画面也在网络上有曝光。好，那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中国其实正朝着拥有9艘的航空母舰的目标来迈进。好，那就说啊，解放军航母的作战效能其实将取决它的可用性跟集中度，所以不再进行航母的试验，而是要打造一支规模更大的远洋海军。好，尽管9艘的航母组成的舰队规模不及美国，不过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一艘中国航母能不能跟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来匹敌，而是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利用他们的造船速度，还有海军、航空兵以及区域地理优势，来改变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所以对美国海军而言这个问题远比一艘新战舰是更加的棘手。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美中之间的较量在海上的霸权确实一直不断的在升高温度当中。好，但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就是汉光演习，因为8月就要登场，那这次总统要试导说有实弹，不过今天顾立雄是有驳斥啦，但大家还是会觉得怎么感觉有一些作秀？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食品安全就是国安里面的一环，少子化也是国安里面的一环。你今天要靠着用国家安全来转移食品安全的焦点，是做不到的，反而引发了人民的反感。你先把国安食安的问题解决了嘛？你解决了食安的问题，大家放心啦，你才能顾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嘛。而且这一次的致癌物的苯醛比，它就会造成年轻男女的生育功能的弱化，它基本上跟少子化的国安问题是连在一块的。你不先解决食安的问题，不让大家放心，然后靠着国家安全要转移焦点，可能吗？人民会放过你吗？好，第二个，大陆搞实弹演习，你就跟着也要搞实弹演习。后来发现实弹演习耗费的经费太多，所以变成实兵不实弹。但是你跟大陆去搞军备竞赛，就是一条消费国力的死路嘛。你跟大陆搞对抗，你军演我就也军演，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大陆960万平方公里，14亿多人口，台湾36000平方公里，2300万人口，你要用这样子以卵击石的方式去跟大陆搞对抗，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呀。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弄得人民不安，投资不来，然后弄得我们的国力被消耗掉。而且你不断的搞演习，有汉光演习，也有小汉光演习，还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军事的演练，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啊。所以现在整个国军的边线比，为什么由高峰的时候90几掉到只剩下70%？为什么大家宁愿赔个几千万，希望能够早点退伍，不想服志愿役了？为什么？
就是怕嘛，不愿意让自己深陷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嘛。所以两岸之间能够走的路，其实就是和平之路嘛。大家以和为贵，从和平的路去走。搞对抗是没有出路的，搞对抗对台湾而言，对于资源贫瘠、能源要靠进口的，粮食也要靠进口的台湾来说，就是一条死路。好，看到环太平洋军演，我要提醒大家，在上一届2021年、2022年，你知道环太平洋军演的靶船是佩里级吗？你知道佩里级在台湾是什么地位吗？上一届是靶船，这一届佩里级连做靶船资格都没有了，都被淘汰了。可是佩里级虽然在美国已经被退伍了，已经被封存了，被淘汰了，台湾还是花大钱把它买进来啊，然后改造成叫成功级护卫舰。它就是现在我们驻守台湾最前线海域的，也就是澎湖最主要的成功舰。我们这一次谈到的雄三导弹，其实也是配载在佩里级上面啊，成功级的护卫舰上面啊。可是你要知道，台湾的海军的实力跟大陆的解放军早已差了好几个等级。是我特别举这个例子，最后一句话，你今天在整个军演里面，美国的军演里面，你出现了乌克兰自杀性的无人艇、自杀性的无人机，你不要以为美国就要搞消耗战了，不是的，美国是要他在第一岛链上面的菲律宾、台湾跟日本帮他搞神风特攻队式的消耗战。是，美军是最怕死的，他哪舍得自己宝贵的生命葬送在第一岛链上呢？要找马前卒就对了。好，介大使怎么看？对，我赞成邱委员的话很清楚啊，两岸这个应该走的道路是对话、合作、互利。可是这个从蔡英文开始啊，到这个今天这个赖清德啊，两岸关系正快速面向对抗、战争、毁灭这条路。那台湾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了，对不对？我们的癌症的比例本来就是超级高的。过去我们知道我们的肺癌比例，我们都很清楚，用爱发电，用肺来发电。那已经这个问题到现在，从蔡英文开始到赖清德都没解决啊，越来越严重。现在又发觉我们吃毒油吃了那么多年，对，那台湾的癌症比例能不高吗？那这个毒油事件到现在，负责任的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油流到市面，多少已经清除了，未来怎么处理，责任怎么弄，都一概不知，就开始又在军演了。我不晓得这个军演对于台湾老百姓的生活的福祉有什么帮助，还是有人怕自己被斩首就要军队怎么样？没事就变成什么禁卫军吗？我想军队是跟这个政府搞好食安是一样的事情，对不对？都是要把台湾越弄越安全。结果你搞到最后对抗、战争、毁灭，而且我现在看到3个字我就很火大。什么叫城镇战？城镇战是有利于台湾吗？你现在所有的打战方向都打城镇战，登陆之后才会有城镇战。我们以前是对决战于滩头，怎么样制敌于这个制敌于这个岛外啊？你现在讲的都是城镇战，这是谁的战术？对谁最有利？这是美国的战术，对美国最有利。你还干脆打什么持久战？你干脆打焦土战好了，这不是就是美国的刺猬战术吗？这符合台湾人的利益吗？还有现在又拿这个总统府在朱日和的居地之前又来炒作，那10年前我们就知道了。现在又来炒作。那说实话，中国大陆打台湾，将来当然是用斩首战啊，对啊，他会用那种大军来对着台湾老百姓轰吗？一定是打这个斩首战嘛。
所以我觉得要避免这种战争的发生，才是现在的台湾的掌权的人应该要怎么样，要着力的，而不是天天做一些引战，然后那个战法呢又是有利于美国，拿台湾人的血肉之躯、生命财产、住房拿来保护别人国家的利益，我们就难道是非要做下一个乌克兰吗？好，所以现在台海的这个状况，其实跟过去的情形其实转变蛮多的而且包含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也在博弈。高老师怎么看？对，没错。其实刚刚谈到那个 RIMPAC 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军演，因为这一次规模最大，有31个国家参加，然后横跨46个国家跟地区，派出这个军人大概有3万名左右。所以刚刚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个时机点好像很巧妙，我们需要这个汉光演习的兵推，然后这个环太在整个这个印太局势当中也觉得很紧绷所以再加上我们看到乌俄还是这个中东的局势，大家就会觉得说整个地缘政治真的变化的非常的大。那我觉得通常我们在这种所谓的演习当中，就是会有主要的目的，譬如说你可能是要看一下联合作战的能力，或者说纠错，以备说你在之后的这种真正的冲突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弥补你的一个这个短板。那刚刚主持人也有谈到说，像《纽约时报》的揭露，还是像之前兰德其实都有透露过，如果台海发生任何的这个困境，最大的可能性是，譬如说你被包围，那被包围的时候，可能就是能源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重启核电是大家蛮关心的，还有在多场的兵推当中去演练说我们的石油、天然气的储存的状况。那这个就是说展现的是在面对不管说是冲突或者说任何的危机的时候，天灾人祸的时候展现的一个韧性。我觉得这个是民众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政府怎么样投注心力，然后在这个维持和平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又可以延展整个国家的韧性。对，所以这个韧性当然是很重要。不过像之前不是在说演习要这个断网，后来说是降速那当然就是因为触及到很多民众的生活，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好紧绷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危机感出现好，那当然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美军的环太平洋的这个集成的这部分那当然现在美军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博弈，那高老师又怎么看呢？对，没错。其实这个中国海军的力量其实以数量来讲，其实应该是现在全球数量最多。那我们每一次在讲说，如果我们看全球所有国防预算支出的前10大国家当中，美国是第一名嘛，最多的。那第2名到第10名，所幸加起来都还没有超越第1名的这个军事预算。可是这样就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说各国好像都在军备竞赛。那这个状况当中，不管是美中的战略对抗来讲，对于他们双方，其实我觉得战略负担蛮大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观察到说美军在中东的这个陷入泥淖的一个感觉。那如果你再把战场延伸到第2个战场，在印太局势，我觉得对它的战略负荷很大，尤其是很多的这一个大家媒体都会关注到现在美军的一个库存的问题。那中方来讲，中方跟美方，我觉得目前各占有不同的一个战略优势，但是中方很明显在急起直追，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美军目前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对，感觉美军压力也都蛮大的。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